干烧是啥子？干烧是见油不见汁，所以说这个你认为干烧很简单，不就是黑起火黑就烧过嘛？他只跑到哪儿去了？吸收到鱼肉里哎面去了噻。，聪明。早就想去弄那个干烧黄鱼了。当鱼生帮汤汁吸收到一部分的时候，由靠火而转大火，收汁够够，哎，是这么一个过程。今儿还是很高兴要做一个大菜，大菜，我们川菜的经典大菜——干烧黄鱼。黄鱼我反正还喜欢它有个特殊的香气吧，我觉得。你帮我问到了，我吃黄鱼都没吃，我吃到那说明鲜味儿，没那吃说明你是喜欢那个特殊的香味的，反正很多人还是有点接受不了。跟喜欢没喜欢没关系的，是啷个去处理和啷个啊，烧的问题。好，把那个锅递过来。还专门换了口新锅呀。干烧类的菜，啊，锅一定要选得好。最怕的是帮鱼皮煎烂。我们讲干烧是见油不见汁，这有一个收汁的过程，红油亮汁，那么都很容易糊锅。那个对锅的要求还很高哦。肯定噻，所以我们今天才换了那款朱泊儿的有态无涂层不粘炒锅。第二个，因为我做菜都喜欢用环境铁砂，用那个锅爆炒，有锅皮不熟，不怕刮成。不怕刮皮。明白？给大家看。你说没涂层的，没涂层它真的不得粘了。我们煎鱼都看出来了噻，煎的时候都看。但是煎的时候都可以检验了噻。第一步先蒸火腿儿，火腿儿去皮哈。我们不要那个火腿皮。一般的鱼就只用那个新鲜肉就行了。好，但是有些鱼还是要用火腿，而且根据季节的不同肥瘦选择也不同。我们都晓得火腿儿鲜是鲜，但是还是有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啥呢？腥气。越腥。好，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处理蒸。姜片和黄酒就可以了。使用姜片儿黄酒，给涨了之后上气之后，搁进去略蒸，不要整久了，大概整了好久？闻到香气出来。火腿蒸起，往头除了有鱼，出点黄油，把气减了，把那个该交的剪掉是吧？也要全部减。尾巴就完。当然，你为了好看，把尾巴剪个燕子形也可以，多出来噻。我们没那么讲究的。那个头就是轻轻开腹部，去腮，去鳞，就这个。你开始都问到那个问题，说我们那边啷个也干烧哈？为啥来这儿？我开始说的原因，我们小时候实际上是很艰难的。我们能够吃到的海鲜就是带鱼和耗儿鱼，所以说别个说天天要做耗儿鱼，住得最好的城市就是重庆，那个不是乱说，因为我手上有那个带鱼菜谱，全带鱼菜谱，其中就重庆做耗儿鱼的方式占了可能一半以上。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黄鱼面呢，我的那个时候很小了。想吃都没得那种，都是啥子？都是黄鱼香，黄鱼香噻，都是鱼干儿。那个时候有南方亲戚送的那个黄花鱼干儿噻，泡开之后蒸，蒸了之后放肉剔下来，骨头和火腿儿泡汤。为啥子黄鱼骨还不能蒸呢？煮一蒸的实现红鱼都香过，黄鱼干的那个黄鱼香的鱼骨磨粉，做菜的时候撒一点奇鲜无比，姜醋酒把那个黄鱼腌了，腌鱼嘛。白酒，
少许醋，因为今儿是海鱼，所以说吃这个。平时的话，其他鱼姜和醋，哦不，醋和酒酒的和醋，因为实际上鱼的腥味儿我们解释过的，会被醋中和。溶解。因为黄鱼主要是内附，姜菜呢要把内附它擦拭一下。然后姜菜呢给它剩下的都让它身上抹一遍就是对的，放到一边，腌起一些。先把那个蒸好的火腿，蒸个火腿蒸到啥子程度？比如说好多分钟，我们来说的话很简单，腥味来了，出肉香了就行了，但也不能蒸得太久，要烂，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爆肉的过程，那个骨头嘛就留到一边，到时候熬汤嘛是切大颗点儿，展示一下。像平时我们都那个肉都切的肉块块，切得小一些，但是为了显示我们用的是火腿的。所以说切大口点。闻到香味儿了。都是冒油。炒料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炒过好多次了，因为我们是绿渣的人，都不去皮了。粗糙一点。姜蒜、大葱，这种的话，很简单。粗犷一点，我在这嘛。炒料的话，火力不用大了，炒小火。而且我们那个豆瓣儿是佛子豆瓣儿，就是治过的，也用不着烂。姜蒜对。因为我们用的火腿哈，跟那个豆瓣儿不用太多，不要太多。错。花椒，糖少许。好。汤的时候啊，再加点黄油。小老子。开始煎鱼了。考验我们的时候来了。看到哈，那锅头只倒了一点点油，那点油都能够形成保护油膜，加上那口锅的材质自身抗粘，双重抗粘，肯定不会粘锅破皮。没沾噻。看到没得？鱼皮完整，完全无单弹，舒服而还是无图腾不转的首创，联合国家权威机构设立了行业传标，标准远超国标，权重20%。我那么瘦一个人，手上没力气，都可以单手轻松提起煸锅完成的那种。真的，香气出来了。先把我们蒸了的火腿呢爆一下，爆香，一点猪油，爆。根据鱼哈，这不要爆多个火腿。小火把火腿的那个香气爆出来，油了。小心点，前面记到用小火，稍微煮它呀。稍微煮它的话，意思是啥子？是让那个鱼肉吸收汤汁，中和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术语是啥子？传统术语应该是叫靠。
也不要烤久了哈，味道黄鱼受嫩，好狠了呀，不可能，没成干烧哎，我看看都烂完了。像我们经常做菜的，很注意用锅安全。这个锅符合3大国际食品安全认证，零氟零分解，不含96种有害物质。那像我们不说做菜，确实需要那么一个呀，安全的操作。对头，入了之后哎，2下扯进，烧快点儿哈。好，放锅洗了，直接用钢丝球都可以哈，没问题。好。开饭，开饭。哎呦，那个肉好舒服。你会不会夹？跟你说了100遍，吃鱼从背上开始吃。我喜欢吃肚子上的肉。大红，是少，甚至是可以说是弱智，肉嫩，哎，肉嫩。当然小黄鱼肉更嫩，但是细吃的多一些。天哪，满足。我始终觉得，黄鱼有一种其他鱼比不了的那种鲜味。你还没吃过另外一种干烧热黄鱼，四川干烧黄鱼，最后面上要撒啥子？花椒嫩芽，花椒嫩芽，哎，花椒树长那个嫩芽，就是清香微麻。学员食堂上面专门讲过的，黄鱼都要与后味处置。川菜干烧里头，江鱼类哈最顶级的，反倒不是姜黄，是艾粒。烧艾粒，老师说过很多回。也是要配那个火腿。好，但是为啥子现在很少烧呢？是因为艾粒很腥，很腥，很腥。因为艾粒的口感呢和那个黄鱼很接近，所以干脆直接都用黄鱼替代艾粒来干烧。所以我说你们这代人是幸福的，就是说你没有对比，就没有伤害，对不对？早就想你弄那个干烧黄鱼了。第二天配饭呢，我说实话哈，这个还是应该配面，手擀面，配手擀面，把鱼肉剔取出来，把面皮，把鱼头和鱼骨又拿回去熬一点汤，好浇到鱼面里头，然后将就那个鱼肉和汤，就是我们那个干烧的那个油你浇到面上一拌着吃。没问题，你再烧一条，我还吃得下。我们拿来拌面吃。那个黄鱼其实是种海鱼哈，不要问点那个废话，海鱼黄鱼不是海鱼是什么鱼？我意思是说，黄鱼是海鱼，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四川和重庆其实是没得那个鱼的，它可能会变成我们那个川菜的一个经典菜。它也比较晚出，但并不是说是我们那边都不会做海鱼。黄鱼鱼汛呢，其实从3月开始都是春天的时候，3到5月时间，最早都是在福建，就3月。好，然后后来就到温州、宁波，然后上海，这是南边海嘛。北边海嘛就是以渤海，所以说北边海呀比我们那边呢，就是比南边海要晚出，因为它是洄游鱼噻，洄游产卵。到了宁波那个季节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最为肥美的时候。一般说起吃黄鱼，都是以宁波呀最出名，黄鱼面呢实际上都出自于大汤黄鱼。但他们做法都很简单，用雪里红烧黄鱼。开始我说了一下，我们干烧最好的是艾粒，因为艾粒后来各种原因嘛吃到了，然后那些川菜师傅都努力的，我们一般叫他为我用噻，没得那个门户之见，没得地域之见，只要是好的都可以用。好，这个就用黄鱼来干烧可以达到那种程度，甚至我们有些时候来说的话，甚至可能还能超过。
那么为啥子我们那边都说，包括我们屋头也烧那个包括川菜啊，也很少都说是用啥子盐菜啊或者是内来烧，它还是遵循的随缘时代上来说的后味出子，走得太清爽了，反倒失去了那个鱼本身的特色。川菜还是遵循了很多道理的。